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泰来的荧光笔工作室。那上一次呢，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5大失败工程实在是太厉害了。不单只获得呢网友们的这个热烈回应啊，大家呢还跟我们通报说，喂，海拉德，你们还漏掉很多 project 呢，这些。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决定呢推出第2集，选出网友提名的5大失败工程。而且呢，我们选下去才发现呢，你们的提名一个比一个精彩哎，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要开心嘞，还是要难过啦。但我们这一集呢，就分别会选出最土豪、最任性、最好玩、最有人气以及最丑的这个失败工程啊 ，annual dinner 颁奖嘞，看完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哇，原来我们马来西亚这么有钱啊！我是说曾经有钱呐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排名第5最土豪的失败工程——高科技全自动厕所 ATS。是的，马来西亚什么都是要 short form 的，因为呢一 short form 呢就感觉比较厉害，什么 ETS 啦、AES 啦、TRX 啦、KLCC 啦，我们连公共厕所呢也很 atas， 叫 ATS。不过这个 ATS 呢不是 atas 的 short form 哈，是 Automatic Toilet System。这是在2007年呢，吉隆坡市政局呢 DBKL 为了配合旅游年呢，豪砸下800万的高科技公共厕所。而且呢，当时候啊还请了10任的副首相Najib剪彩为这个公共厕所开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做呢？因为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厕所太脏了，那政府呢就怕说，那些游客来到之后，发现我们的厕所非常的可怕，吓到他们，所以呢就决定用钱来解决问题。毕竟呢，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嘛，对不对？于是呢 ，DBKL 呢就在市区里面呢盖了20间全自动的豪华公厕，每一间的造价可是要40万哦，听清楚，40万，也就是400千一个 unit。这个 unit 不是 condo 啊，也不是 apartment 啊，是公共厕所。而且啊，你看到人走出来，不说还以为是电梯呢。不对，不是明明都已经说了全自动了吗？怎么这个照片里面呢，还有人坐在中间的高的那边的？网友就猜测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呢非常的贴心，那这是保护国民的这个就业率的爱心措施。来，我们是时候来个 toilet tour 了。那这个土豪公厕的里面呢是长这样的，隔间呢是蛮宽敞的，很 shining 啦，有坐式的马桶，也有蹲式的马桶，有扶手的，也有这个冷气哈。但是呢，最大的卖点呢还是这个自动的门、自动的洗手盆、自动清洗的马桶，连隔间也是自动清洗的哦，完全不用人力。公厕外面呢还有投币机，一次收费23，可以用15分钟。为什么有限时15分钟呢？那因为呢我们的政府啊就怕里面呢太过舒服了啊，就会有人在里面常住，所以呢15分钟一到了，这个厕所的门就会自动打开哦。你没有听错，厕所的门是会自动打开的，是大门啊，外面有人走来走去的那个大门啊，所以呢，不管哦你是还是嘘，或者是便秘还是落塞哦，你时间一到的时候，警报声就会哔哔响，然后呢，厕所的门就会即马开门。想要体验这些土豪公厕吗？可以到以下的地区找到哦。然而，就有民众说啊，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盖在这些地方啦，因为这些地方附近都有 shopping mall 了吗 ？shopping mall 都已经有厕所了的哦。当然啦，之后的发展呢，就如我们就是真正马来西亚人的预料啊，土豪厕所呢就陆陆续续的脏掉、坏掉、关掉，基本上呢是该坏的都坏了。那为什么这个耗资几百万的公厕啊会变成这样呢？政府的维修小组就说因为我们没有人会修理这一种厕所啊，所以呢就没有解决方案。当局的建议呢，就是把所有自动化的这个公厕呢，就改成普通的公厕。于是呢，这个800万令吉的土豪公厕在闹市中就显得特别的顶北啦。政府呢就只好陆陆续续的把它们拆掉。那吉隆坡市长呢还说啊，拆掉呢是因为很少人使用，有一些呢自动化厕所因为是位于这个购物商场附近嘛，公众还是比较喜欢用商场的厕所哦。是不是民间都已经讲了的吗？第4名最任性的马新湾桥。
那我们都知道呢，南马的这个新柔长堤呢，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这个边境关卡，是马来西亚人还有新加坡人呢出入境的这个关键的通道。每一天往返的人数呢是高达30万人哦。1996年呢，时任首相马哈迪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啊，他说啊，他要盖一座新大桥来取代长堤。他说呢，这样子呢，不单只能够解决交通的这个拥挤的问题啊，还可以让这个柔佛海峡的水呢恢复流通，减低污染啊。乍听之下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 idea 吧？那为什么会讲说是任性呢？因为新加坡都不同意要拆除长堤，因为他们认为花大钱呢盖大桥是不划算的，毕竟呢新加坡呢也是要出一半的钱的嘛。所以呢长堤上面呢不单只有马路，还有铁路、行人道、输水管等等。更重要的是啊，如果长堤被拆除了，那么新桥下面呢就可以让船通行，就有一些货船呢可能就会绕过新加坡呢，改走柔佛海峡的这一条捷径。那货船改用柔佛港口，就会间接的影响新加坡的港口地位。所以咯，新加坡怎么可能会答应嘞？不过呢，马哈迪呢就是厉害哦，桥还没有桥好哦，他就先花了12亿，在另外一头呢盖了新的关卡大厦，也就是 JBCIQ。结果呢就遭到了城市规划师的强烈批评。可是呢，不管怎么谈呢，新加坡就是不妥协嘛。于是呢，马哈迪就在2003年退休前呢宣布，新加坡不拆哦，我们自己拆哦。啊，我们马来西亚呢会单方盖一座这一个连接新加坡长堤的 S 字形的弯桥。就是今天的这一个排在第4名的主角啦。建桥成本呢是11亿1300万令吉。你觉得这个桥很 K 眼啊？没有美感哈？没事，交给政府，他一定有办法 set 的。就叫做这个Jambatan Indah啦，美景大桥啦，够美了吧？名字有美，什么都美。在马哈迪卸任之后呢，阿杜拉就接任了首相，那弯桥呢也就开始动工了。殊不知呢，2006年阿杜拉突然下令呢取消已经开工的这个弯桥工程。Why？ 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新加坡呢要我们卖海沙和开放柔佛的领空，如果马来西亚不妥协，又继续盖弯桥的话，就会衍生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好。听起来呢，我们这个国家主权是很重要啦。可是我们的弯桥又已经动工了的哦，新的这个关卡大厦呢，也差不多要竣工了哦，点算呢？结果呢，政府就赔了2亿5千万给这个承建弯桥的公司，再花几千万新建替代的马路，衔接新关卡和原有的新柔长堤，我们就白白花了几个亿，却一切呢回到了原点啊！始作俑者马哈迪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你们自己看啊。He is too afraid of Singapore to build a Phuket Bridge. I am sympathetic towards him because he is very weak, so he cannot build the bridge brick by brick. Saya tak nak saya kowtow to Singapore. Alright, Singapore tak nak buat, saya buat pula saya. Apa salahnya? Are we independent or are we colony of Singapore? 第3名。亚洲首座动漫影城 MAPS。OK， 前面太严肃了，我们换一个得到这个最好玩奖的这个工程，也就是亚洲首座动漫影城。这座主题乐园呢，占地52亩，位于这个怡保的9栋啊。怡保的朋友，终于轮到你们出场了。那这座 Theme Park 呢是拥有知名的本地卡通 Bo Boy Boy， 还有美国 DreamWorks 的卡通人物，比如 The Smurf， 还有 Casper 等等。2017年 MAPS 开幕的时候呢，还向国内外的媒体呢广发这个新闻稿啊。他们写说啊 ，MAPS 开始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卡通动漫迷，保守估计呢将会有100万游客前来体验各种新奇好玩的游乐设施，为马来西亚的旅游业还有国家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好景不长啊 ，Theme Park 不单只没有100万游客，还巨降到呢一天只有200人到访。因为呢，一个原本可以像 USS 那样的主题乐园，却搞到好像饭费那样的素质。不到3年呢，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财务问题，最后呢，因为这个债务呢，就宣告了倒闭，从这样变成这样。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奇幻乐园的现实面。这座 Theme Park 的成本呢是5.2亿令吉啊，是霹雳州政府 Para Corporation Berhad 跟私人企业的这个合作计划。根据报道呢，这个动漫影城的失败呢，已经严重影响它的这个财务状况。
而且呢，公共账目委员会还说啊，这个计划里面呢有大量违规的这个财务交易，财务管理不当，工程还严重超支。详细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啦哈。反正当年风光的这个动漫影城呢，已经变成了动漫鬼城啊，成了这个网友呢探险的好去处。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是蛮适合拍那个末日电影哦，一些 zombie 片的啦。你们觉得是不是？有谁去探险过的吗？下方留言。第2名获得最有人气奖，马六甲黄金港 Melaka Gateway。为了慎重起见呢，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啦哈。这个计划呢，严格来讲也不能够说是失败，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网友提名它了，再加上呢这个计划又有很多料哦，所以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喽。我们先来看看基本资料。黄金港 Melaka Gateway 是马六甲大型的填海发展计划，由3个人造岛还有1个自然岛屿所组成。这里呢将被打造成旅游、物流、金融和工业的中心。里面呢还有深水港口、主题公园以及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宣布浴火重生、败不复活、死而复生的大马之眼。这个摩天轮很厉害，阴魂不散。那这个计划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是由时任首相纳吉推荐的，又是他，并由当时的马六甲首席部长伊德利斯呢见证。为什么会隆重到要请纳吉出马呢？因为黄金港可以说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当时背后的这个投资者呢，除了是本地公司之外还有中国的集团，甚至连中国省政府呢也有参与哦。那当年呢，马六甲呢还迎来时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高调访问。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如此被看重呢？其实黄金港的这个关键呢，不是那个绚丽的房地产或者是摩天轮，而是深水港口。那大家都知道呢，马六甲海峡呢是全球最繁忙的这个海道，因此对中国来说呢，黄金港是非常有国际战略意义的。但是纳吉支持归支持啦，实情是呢，其实联邦政府并没有投入任何的资金，任内的国家计划呢也没有提到黄金港哦。那当然之后呢，纳吉下台了，马来西亚就经历了这个政党轮替啦，还有疫情啦。那黄金港的进度呢，不单只变慢了，还波折不断。比如说马六甲州政府呢想要终止填海协议，就搞到了这个投资公司呢告上法庭，被批评填海计划没有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但是幸好呢，近期黄金港呢开始重启，而且呢还获得了柔佛苏丹的入股哦。其实这个计划呢有一种看起来好像很梗哦，得到很多这个大人物的背书，可是呢却让人雾里看花，很难看清楚计划的这个实质面哦。网络上呢就有很多宣传或分析的资料，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数据呢反而就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很难说它是成功还是失败。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就留给时间来判断咯。Next， 荣登第1名的最丑的失败工程——人民广场 Plaza Rakyat。如果大家到吉隆坡市区呢，或者是你很常搭这个 LRT 呢，大家一定要去这个 Plaza Rakyat Station 好好的见识一下这个呼声最高的 project。来，我们又要来拖一拖了。这个站站内呢是长这样的，好像还很正常，对不对？下一张，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了的？这么有铁皮的，走到外面长这样。我的妈，这是鬼屋吗？不要怀疑，这是正常营运当中的这个 LRT station。打从这个 LRT 通车以来呢，就已经是长这样了的。喂 ，Plaza 嘞 ，Rakyat 嘞，可以荣登第1名哦，这个来头就绝对不小啦。我们现在娓娓道来，因为呢，它是国内数1数2的烂尾楼，烂了多久呢？30年，而且呢还烂在市中心的这个黄金地段哦。如果按照计划呢 ，Plaza Rakyat 呢本来呢是跟这个 LRT 呢共构的这个发展计划来的。你看到的 LRT station 外面的这个裸露的钢筋水泥呢 ，suppose 呢是这个 Plaza Rakyat 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嘞？故事就要回到了1993年的时候，当时候呢，沙拉越大亨陈伯勤的这个 Plaza Rakyat 私人有限公司呢，就从吉隆坡市政局手中呢取得了这一块地皮的发展计划，原定呢是要盖一座价值14亿令吉、79层楼高的摩天大楼。这个设计是不是非常的高尚大嘞？里面会有办公室啦、公寓啦、商场啦、酒店啦，而且还会有 Express Bus Terminal， 还有 LRT Station， 全部结合在一起。几乎呢可以说是国内的 TOD 发展先驱1997年的时候呢 ，Plaza Rakyat 就已经成功卖出了211个单位，价位大概是在200万到400万之间。
怎么知道呢？这个工程啊，才进行到30%就遇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结果呢，就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一直废弃到今时今日。虽然呢，吉隆坡市政局 DBKL 呢，成功在2014年的时候啊，用了这个1亿5千万收回了这一片土地，可是呢，拯救 Plaza Rakyat 的计划呢，却没有太多的进展。很多公司呢是说要接手，还出现了很多高尚大的这一个建筑设计图，但是呢，几乎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不知道在看着影片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最新的进展，或者是知道有一些其他旁枝末节的一些故事？欢迎留言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啊，我们在我们过去的影片里面啊，看留言就知道啊，其实我们荧光笔的观众可以说是卧虎藏龙，很多人知道很多内幕，很梗的。来留言交流。终于讲完了，拍谁哈？这一集好像应该也是蛮精彩这样子啦哈。有人说有点长，应该不会吧？不过呢，因为我们资料实在是太丰富了，如果说呢你提议的这一个计划呢没有被选中的话呢，真的很抱歉啊。其实啊，马来西亚呢这种失败工程讲真啦，大把啦。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这一个最有存在感的这个失败工程，但是呢，无论如何想说啊，我们虽然这一集是讲的失败工程，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内心呢还是不希望这些计划是失败的，因为失败了呢，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有很多是会动用到我们的这一个税金。我们真心希望呢，所有的计划都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也更希望呢，有关的单位呢，你们在 planning 的时候呢，可以 plan 多几步嘛，不要只是 plan 它的那个外形啊，plan 长远一点嘛。我们多心累，你知道吗 ？Anyway， 我们也不能够只是踩的。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是让你觉得哇脸上有光的呢？可以留言给我们意见，然后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就为大家整理这个资料，再做一集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呢去分享、点赞、留言、加入会员或者是donate管仲福田。当然也欢迎 follow 我们的这些平台，无论是 Facebook、IG、TikTok、小红书呢，都有荧光笔的这一个长片、短片，还有这个图文。那我们还有的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片，下一支影片再见啦。